周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并发表演讲，重点就中国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欧合作等阐释了中方立场。他还回应了欧洲议会上周冻结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程序的事件。有观察指出，冻结并无强制力，该走的程序还在走，但波折是肯定的。毫无疑问，冻结事件唯一的受益方是正在遥控欧洲内部一些势力的美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始于1963年，是有关国际安全政策的年度会议。中国专场是慕安会的特色议程。王毅在慕安会中国专场视频会上表示，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模式，但均没有成功。最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并最终找到了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词典当中没有胁迫、霸凌这样的词汇。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我们坚持同各国和平相处，坚持不称霸、不扩张、不胁迫，这无疑是对世界战略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王毅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我们将坚持自己选择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同时也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不会搞什么制度输出和制度竞争。民主人权的衡量标准是要看本国人民是否满意、是否高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它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模板，因为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是不同的，如同中餐和西餐，筷子和刀叉，它各有存在的理由，所以不同的社会制度，它并不必然成为竞争对手。不同的发展道路呢，也不必然妨碍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愿同欧洲和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真正的多边主义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必须带头主持公道，厉行法治，承担责任，聚焦行动。我们要警惕具有一定迷惑性的伪多边主义，表面上打着重回多边主义的旗号，实质上是要搞小圈子、搞集团政治，甚至要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这个世界。它一定是多元化的，组织原则上要体现一定的这种包容性。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运行规则，运行规则你要体现这种协商性、平等性，也就是要体现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国际关系的这种民主化。你不能说把一个国家的议程就强加给这个其他国家，你也不能说把自己的规则就是一直放大成这个国际规则。而西方国家呢，更可能就是基于一种这个现实主义的这种机制呢，那这时候呢，往往就忽略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和主基调，将欧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上周，欧洲议会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王毅表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行不通，中欧经济脱钩不符合欧洲利益。这个协定高度互利，不是单方面的照顾和恩赐，而涉疆问题呢，这事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欧方一些人把不同性质的问题任意的挂钩，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中欧合作是大势所趋，如果在中欧之间搞政治对抗、搞经济脱钩，不符合欧方的利益，也不可能长久。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发报告指出，中欧投资协定有利于欧盟和欧盟企业的信用评级，其经济上的好处将在未来5到10年内显现。这一协议有利于中欧双方，不应该遭到中断。
按照程序，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有3部曲。首先由欧盟委员会与中方磋商后草签初步文本，这部分工作已经完成，然后通过欧洲议会审议，最后交由欧洲理事会批准。从这个权力来源，你看，这欧洲议会的这个权力的赋权机构是这个欧洲的这个民众，他可能这个仅仅是代表这个民众，他甚至不能代表说那一个大的一个选区，甚至是说一个他本国的利益，他都不一定是一致的。而这个欧盟委员他是这个各国提名，然后由欧洲议会这个接受的，所以呢，它代表的是整个欧盟的这个整体利益，所以它形式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指出，欧洲议会的所谓冻结行为并没有强制约束力。欧洲议会呢，在他们目前的程序中间呢，最后呢，它是会要有一个投票程序的，但是目前呢，它只是讨论，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投票，所以它冻结呢只是冻结它对这个文本的一个讨论，本身来说，这个冻结行为呢，它呢并没有一个强制约束力，就是约束的欧洲委员会就不能往前推进了，它并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约束力，但是它这样的一个决议，它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它是表明它的一个立场。路透社证实，中欧双方团队仍在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文本的审核与翻译等技术性工作，这意味着协议在收尾中遇到一些障碍。中欧双方将不得不为此付出额外的成本，但目前的问题是可以通过额外的磋商来解决的。相对于协定长达7年的35轮谈判历程，这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崔凡也认为，中欧投资协定的基础仍然存在。我觉得像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个事情的这个变化呀，有时候呢要有耐心，可能需要等待一些机会来就等待一些转机。从中欧双方的这个经贸关系来说，那么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它的这个基础肯定是存在的尤其是2020年中国这个成为了这个欧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投资的角度来讲呢。双方呢，都相互之间要投资。欧方也就是将近700亿欧元的样子吸收了中国的投资，中国吸收的欧方的投资呢，应该有1700-800亿的样子。中方就吸收的这个欧方的投资呢更多一些。崔凡认为，之所以他对中欧投资协定仍持审慎乐观态度，是因为双方企业，尤其是欧盟企业的商业冲动仍然强劲。欧盟的有些企业也是希望这个协定能够顺利的往前推进，如果最后协议生效落地的话，那么欧盟的企业在中国来讲，那么它可能获得更多的这个准入的机会，不但可以落地，而且可以以国民待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来进行运营，减少呢都对中国的企业的这个歧视。我们的中国企业在欧盟能够它的运营环境它更加稳定，对它的政策更加有预见性。联合早报周3刊文指出，今年第1季度，中欧双边贸易额达1.19万亿欧元，同比增长36.4%。没有中国这个全球第1大经济引擎，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就少了一个强大动力。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犯下轻率的经济错误，更是反制的政治挂帅游戏的结果。中美大国博弈，欧盟选边站队是西方倨傲自大的体现。联合早报还指出，欧盟方面对中国发起制裁在先，但又不允许中方反制，这显示欧盟在政治逻辑上的反制，更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欧盟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制裁是象征性的，而中国的反制裁是实质性的，让其感到委屈。这就有些撒娇或撒泼，言外之意是欧盟对华制裁是追随美国，中国应该理解。这又是什么逻辑？欧盟既要配合美国，又要中国配合，如此精致利己主义，在残酷的国际博弈面前显得幼稚可笑，也更加凸显欧盟作为美国附庸反华的实质。因而，欧盟犯了因果导致的逻辑错误。若无欧盟追随美国对华制裁，又何来中国对欧盟反制裁？德国之声电台评论指出，美国是中欧投资协定的最大外部变量。在美国拜登政府提高对华施压态势，而减轻对欧洲施压力度时，具有较浓厚反华色彩的欧盟议会如获至宝。但必须认识到，中国是欧盟的第2大贸易伙伴，有没有协定，该做的生意都要做。
但任何单一国家想脱离欧盟共同市场身份与中国谈判，都不可能取得中欧投资协定这样大的好处。因此，对于欧盟经济来说，中欧投资协定是最优解。欧盟不批准这个协定，欧洲企业受到的损失更大。德国之声还认为，显然中方不愿看到因新疆问题而导致投资协定被取消，但如果欧盟执意取消，中方会很惋惜，但绝对不会在新疆问题上妥协。实际上，新疆问题它本身就不存是西方捏造的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一个问题，无厘头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就说欧洲议会呢，通过这种把人权问题啊，把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把这种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说，他给这个双方通过这个投资协议肯定是制造了麻烦和障碍。实际上，我觉得是取决于下一步这个中欧双方能否管控好这些分歧，能否把握这个中欧关系的这种大局。实际上呢，这是这个未来这个中欧这个投资协定前途的一个关键。财富杂志中文版刊文指出，中欧投资协定草签时，美国大选仍未完成，当时拜登团队就发声明表示将研究此事，事实上是对欧盟表达了抗议。在英国退出后，欧盟还有27个成员国，任何国家都有否决权，这给美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应该看到，拜登上台后给中欧关系增添了紧张因素，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